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无痛开胸法。咱们讲这个开胸有什么用呢？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胸腔当中有两位居住者是什么呢？一个是咱们的心脏，一个是咱们的肺，对吧？这两个都很重要。那么这个开胸啊，其实说白了就是人年纪大了以后啊，可能往往这个体态姿态就会由于我们的肌肉状态不平衡出现了一些比如驼背圆肩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胸腔当中的两位原住民在里面就会受到了一些挤压所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就是我们把这个背把它弯下来，然后你去吸一口气就像我一样的就双手抱臂，然后把腰弯下来吸口气。你使劲去吸，你会发现由于你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你这个气你怎么吸也吸不到底。那同时呢，我们把这个胸腔打开了以后呢，你去吸气，你会发现这个气我直接就能沉入到里面吸得很深。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结构决定了里面的原住民的一种感受。想要让里面的心肺变得更好，那首先呢就要把结构调整好。怎么去调呢？就要讲到开胸了开胸可以说是既安全也不疼，因为呢这个是无痛开胸，它其实就是说白了利用我们的呼吸把我们的一个状态调整好。这个方法多见于瑜伽当中而且呢中老年人去做一做对于身体的健康，对于心肺也非常的好。怎么去做咱们双手你看抱头抱头，大家看一下抱头。然后呢，我们的大拇指大鱼际这个位置你要托住我们的整个头颅大约贴在这个位置。你看我们大鱼际贴在这个位置贴住，双手交叉大家看一下交叉交扣。然后呢，做完这个动作以后我们要把手你看打开，你看手只要一打开，我们的胸自然就挺起来了注意这个细节，手打开，头微微往上仰，然后看这个手开始往哪发力呢？往上方发力，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头往上去推你看头往上去推，这个力度可能就一般般，但是注意了，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重要的事，把手打开，你看手往两边打开，头往上推，吸气，把胸腔吸满，然后吐气。吐气的时候注意重点来了，吐气的时候手就要往上推，看吸吐，手往上推。随着咱们的气息吐完，你会发现这个我们的头颅和我们后面的脊柱像拔河一样的开始被牵拉就被牵拉开来了，而且有很强烈的这种牵拉感。我们去做，一般来说做个5到10个呼吸，你去活动一下你的腰背部，会非常的舒服继续双手扣住头然后呢把我们的头托起来，托起来以后手臂往外打开，尽量打开到最大，头微微往上，吸气，吸气的时候不发力吸气吐气，吐气的时候手往上推记住这个诀窍吐气。好，再来吸气吐气，手发力。好，做完5到10个以后你可能会出现这个腰背非常的轻松，感觉整个腰背就从来没有感受过这么轻松。然后呢，身体会感觉非常的舒服，同时你可能会微微的出汗，这个都是正常的现象所以这个动作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想要去开胸想要让我们的心肺变得更好，想要改善我们的体态，都是非常好非常安全的一个动作，也非常的简单。那么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每天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养生动作，都是非常有效、非常快速的。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套非常有效果的道家呼吸法。这套呼吸功法和以往是不一样的，它可以称之为道家专门训练呼吸的一种方法，也被称之为抗阻性呼吸训练法则。那这个方法究竟有什么用处呢？它可以有效的改善咱们气虚气喘、体质差这样的一个症状，同时对于咱们五脏内脏的这种帮助提高健康度是非常有效果的。那么接下来呢，大家跟着大伟一起去做，看看这个功法的效果究竟怎么样。首先呢，咱们要把这个手握拳，握拳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握得太紧稍微松一点，把这个拳口对着咱们的嘴巴像这样对准了，对准以后深吸一口气，把这个气吹进咱们的拳头里看大伟也试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咱们吹气的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有这个气阻，因为拳头把嘴巴堵住了嘛，气流不会很快的跑出去。那这个气阻呢，就是在让你的膈肌就是我们的深层的膈肌去做了一个向上的一个对抗它是属于一个发力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加一个什么动作呢？加一个收腹提肛的动作所以说完整的动作是我们要从侧面开始看。
一只手咱们要放在小腹上，一只手握拳放在嘴巴里，然后吸一口气，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咱们的小腹呀要往里面紧紧的内收啊，就是小腹要往里面收紧。这只手呢，就是属于一个就是帮助它收紧的这么样一个暗示啊。我们来试一下，小腹收紧啊。然后这个动作做起来是非常费劲的。刚开始如果说你做的不费劲啊，小腹上面没有这种酸胀感，或者说你的小腹上没有任何的感觉，那么就证明你这个动作做的是不到位的。我们做这个动作啊，一定要把这个小腹给收紧，这个是核心的关键。我们再来演示一次啊，握拳啊，放在嘴上，然后一只手放到腹部，吸一口气，吐气。吐气的时候注意看小腹啊，一定要稳。你看，这是肚子顶起来了，看肚子要往里面收，知道吧？啊，吐，好，收紧。当你的气息快吐没有的时候，你的小腹应该有一种前面和后面紧紧贴在一起的感觉，同时收我们的这个盆底肌以及提我们的提肛啊，这些细节掌握好了以后，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内脏，包括我们整个核心以及咱们的这种气喘的问题通通解决掉。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刚开始新手练的时候会非常的累因为找不到这种感觉，不要着急，我们慢慢来就可以了。如果你有高血压或者说你这个做的时候做了一半感觉头晕了，那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慢慢来练习。这个拳头这个大小是控制咱们的气阻的，我这个拳头孔越大，我吹起来的就越容易。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拳头孔越小我吹起来就越费劲。所以说拳头孔的大小是去调节咱们的一个吐气量根据自己的一个状态去调节就好了。我们每天把这个动作练一个3次到5次，不用做多早上可以练一遍，晚上可以练一遍。对于我们的内脏，对于我们气虚气喘这些体质虚弱这些方面的调整是有明显的改善那今天的视频呢，大伟就讲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希望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个养生的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养生方法那这个方法呢，它可以去把我们整个上肢的这个经络给疏通。最重要的呢，它可以去帮助我们把上肢的这个气血给运行起来。那很多人他这个上肢会有这种畏寒的现象畏寒怕冷无力，其实讲白了就是你的这个气血运行上面出了一些问题。我们中医当中讲了一句话叫什么？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可见气血对于我们身体当中有多重要。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方法怎么去做。首先咱们把这个手看像我一样咱们把这个手握住像握住一样虚握然后咱们就看这样去推往上去推。你看在这样推的时候是什么我这个一推小臂的这个血压是不是往上走了？那我这边去推的时候也一样咱们就这样去推这个推呢，咱们每天就推个300下推300下。推完以后交换手腕，你看很快吧？手腕一交换，再继续推。在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非常舒服。咱们推的时候不用很用力注意皮肤一定要注意皮肤。推的时候就轻轻的这样推，在搓皮表这样的感觉会很热很舒服。对于这个身体里面寒湿之气过重的人这个气滞血瘀的人都能带来很好的改善就这样推。推完以后怎么做呢？比如说我左手推完了，右手也推完了300下那咱们就这样看，这样，这个手在做的时候推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手臂小臂这边也是一样的咱们就这样推。你看我在往下推的时候，这个手往上翘，也要顶着它推其实在做的时候两边都推起来了，也一样咱们也是300下200到300下其实都可以。你只要做到什么呢？做到身上推起来身上开始冒汗了，开始有发热了，证明微微有感觉了，咱们再多推一会儿这个汗开始流了，其实就你的气血就运行起来了所以咱们就这样推，非常简单。那么中老年人养生呢，没事就这样去做一做，特别是现在秋季了秋季什么养生咱们要疏通什么肺经、心经，对吧？这个方法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疏通经络养生这特别是在秋季，很多人这个天气凉了以后这个关节上面就开始有些不舒服了，对不对这个身体比较敏感的，就通过这个方法
就可以把身体的经络疏通，症状能得到很大的缓解啊。咱们就这样做，每天啊起来早上的时候做一做，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啊做一做，非常简单的、很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招数啊。今天就分享给大家了，大家经常做一做啊，对于身体可以带来非常大的好处。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啊，希望大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啊。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啊，可以帮助到大家。点赞、评论、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道家非常有效果的排浊养肺法。那么这个名字一听啊，就对咱们的呼吸啊，对咱们的肺部啊，可以带来非常大的好处。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只要跟着我做完，立马就会有立竿见影，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呼吸啊，会非常的顺畅啊，咱们的心胸啊会打开，非常的舒服这样的感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做。首先要求啊，咱们身体要坐直啊，一定要坐直起来。坐直以后呢，咱们把这个手啊，双手交叉在咱们的胸口上啊，交叉在胸口上以后，我们要画圆啊，大家看啊，画圆。但这个画圆呢，它一定是要贴近啊，把我们的手啊贴住咱们的胸口，往里按压啊，这个很重要，往里按压，在按住的时候去画圆啊，去画圆。你一定要感觉到在画的时候呢，你的这个皮肤啊和我们的骨骼啊是有一个轻微的分离感的。啊，大家可以先把这个动作练一下啊，贴住，然后去画圆啊，千万不要贴不住了，这画的圆非常大，效果啊就不理想了。咱们一定要贴住胸口啊去画啊，一定要有那种轻微的这种感觉，剥离感的感觉。好，我们这个动作练会了以后，咱们就开始来了。你看啊，首先咱们吸气，吸，它是画一个圆，所以当这个圆啊，它走一个半圆到这边的时候。啊，咱们的吸气就已经结束了，然后吐气的时候，哎，这半圆再滑过来啊，你看啊，看吸气做慢点，吸气，正好到这边啊，一个半圆已经画好了，吐气，再把一个半圆滑回去，好，反过来啊，我们再看吸气，吐。就是一个正时针，还有一个顺时针，还有一个逆时针啊，所以说我们是半圆吸，半圆吐，然后再反过来半圆吸，半圆吐，是不是非常简单？大家来跟我一起练习一下啊！手放进去，一定要找到第一个细节，按压紧，按压紧了以后，好，咱们来吸气，吸气，半圆跟我一起画，好，吐气，半圆画回来，好，反向的来吸气。半圆画上来，吐气，半圆画回去。好，咱们这个啊就是算一个啊，一个正圆，一个反圆啊，顺时针、逆时针，咱们算一个。咱们每天啊去做一个5个到10个左右，不用太多，就做5个到10个，你会发现整个胸口这一块太舒服了。除了胸口这块舒服，你再感受一下你的呼吸，是不是明显啊就会有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再来做一次演示啊，来吸气。吐，好，反过来吸气，吐。我们从头到尾，从演示开始，也就做了3个啊，再活动一下，非常的轻松，就3个就很轻松了。好，那么咱们今天啊就教到这里啊。方法非常的好，希望大家把这个方法啊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大家一起练起来，或者你可以带你的朋友啊一起练。我是大伟，每天啊分享一个有用的养生小知识，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养生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养足肺气，肺气越足的人啊，就越长寿。肺气是什么呢？很多人啊都不理解。其实啊，用我师傅的话来说啊，肺啊就像一个气球啊，在我们的胸腔当中，对吧？人越老，这个胸腔会怎么样？越往里面缩。那么随之而来呢，我们这个胸口的这个气球啊就会被压缩，而且呢，这个肺部啊，它其实啊是有弹性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为什么说年轻人啊肺气啊是长足的？因为他们的肺啊本来就是很有弹性。比如说我们深吸一口气，你看，吸一口气，它的胸腔啊能扩充的非常的大。
证明它里面的肺部的弹性非常的大，而且里面的肌肉啊也非常具有活力。而人老了以后啊，即便你使劲的吸一口气，你甚至啊都感觉不到气能吸到我们的底部，所以很多人都会出现什么呢？气虚啊，喘不上气，吸气啊静不下来。那么这里呢，我来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这个方法拉开我们的肺，拉开我们的胸，让我们的肺气啊能够补充进去，肺气啊越来越足。好了，这个方法怎么去做呢？非常的简单啊，每天去做上一个5到10下，用这个方法，你会发现你的呼吸啊越来越轻松，肺部啊也越来越有力量。好了，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方法，跟我做完感觉有用的，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你的一个小举动啊会帮助更多的人。首先，这个方法来自于道家，叫做吐纳大呼吸法啊。我们想要把我们的肺部啊完全的舒张拉开来，我们首先啊就要把我们的胸口啊胸腔给打开。胸腔打开，第一个啊就是双手放在我们的小腹下方，把我们的肩膀啊你看往后去绕，同时啊微微的配合呼吸，一般是做上10下到20下。看，1吸气，好，回吐气，吸吐放松，吸吐。这个动作啊，咱们不讲究快，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环绕吸气、吐气配合的时候，其实啊，就是去把我们深层一些平常用不到的一些肌肉给它激活开来。吐，速度不用很快啊，就这样微微的做。好，当我们做下10下到20下以后啊，这个时候我们胸口啊应该已经热了，里面的肌肉已经充分的伸展开来了。我们开始进行什么呢？大呼吸法。大呼吸法首先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人在吸气吐气的时候，手要打开，头要向上，把我们整个气道啊完全打开，然后吸气，这个肺腔啊让它充盈起来啊。大家注意看啊，来吸气，然后充盈到肺腔以后，保持2到3秒钟，憋气，好，吐气，再来啊，大家看一下啊，吸气。头昂起来，开始吸，把手打开，气吸到底，保持2到3秒钟的憋气，好，缓缓的回正，再来，3，最后一个啊，4。其实，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啊，非常的轻松。无论是我们的胸口的轻松、后背的轻松，还是我们吸气当中的轻松，都会感觉非常的轻松。为什么呢？因为肺啊给打开了。肺只要给打开，我们代表着我们整个胸廓里面一些看不见的一些微小的肌群啊，都调节好了。这个时候啊，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啊，吸气、呼吸、心灵啊，都是处于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我们前期啊做准备活动的时候，20下左右先热身，然后呢大呼吸法5到10下啊完成以后啊就会有一种这种状态。每天啊最好的练习时间是早上刚睡醒的时候，或者呢是晚上吃完饭大概1到2小时之后开始练习。这2个时间段是非常好的时间段，能够帮助你更好的提升动作的效力。今天的视频啊，咱们也说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希望大家以后啊持之以恒的练习，并且把这个视频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你的一个小举动啊，就是在帮助别人做一件善事。好，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肺部有痰啊，是一个非常难受的现象。这种人群呢，一般多见于长期抽烟或者是这个体态就是长期处于一个不端正的情况嗓子咽炎，对吧？这个慢性支气管炎都会导致这个肺部它没有办法去清理出一些杂质出来。其实咱们的痰就是咱们要去清理出来的杂质，如果一直留在咱们的一个肺部呢，就会导致这个呼吸非常难受，有如一个东西咽就是卡在这，你咳也咳不出来，你想把它咽下去吧，咽不下去这种感觉真的太难受了。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方法，就是咱们通过震荡的原理去把这个肺液里面的这个痰往我们中间去赶，然后呢就把它排出来这个方法呢其实非常的好，而且长期去做的话，可以有利于咱们这个肺部的一个健康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做。其实这个方法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手抬起来
啊，它的这个体式很重要啊。你单这个其实这个方法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用这个手啊，咱们以这种形状去拍就可以了。但是你这样去拍没有什么用，为什么呢？你这样去拍，它这个震荡它只是震，它不能把它去往中间去赶。咱们的这个肺啊，大家都知道，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对不对？咱们把痰往中间去赶，从肺叶里面赶出来啊，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气管把它咳出来啊。那我们首先这个姿势很重要，咱们抱头啊，然后这个腰啊微微的啊，你看腰微微往一侧偏一点啊，偏一点，然后把我们的腋下这一块露出来，然后看大家看我这个手啊，就1、2、3、4，看啊，拍，往上拍。拍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呼吸啊，比如说我拍的时候，往上拍的时候，我就吐气啊，然后呢，看啊，拍吐，然后吸一口气，吸气的时候你可以继续在下面拍，吐气的时候往上走，吐，然后吸气的时候继续拍，吐气的时候往上走，啊。我们每天大概就是说单边啊可以拍一个300下到500下，然后右侧一样的，这个300下到500下很快的，其实就2-3分钟的时间就拍完了啊，最多4分钟啊，然后再来拍，吸气啊，吐，再来吸，吐。这里注意一点，为什么吐气的时候，你看我啊，吐气的时候为什么要撅嘴？啊，因为在撅嘴的时候，你才能让你的这个气压啊更好的让你的膈肌啊上升，膈肌上升，我们讲的手法嘛，松懈膈肌，膈肌上升，把你的这个肺里面的气压往上顶出来。所以你看，你这样吐和这样吐，吹气球的吐是不一样的。我吹气球的吐法啊，撅嘴的吐法是可以把我的气体全部吐出来，再吸入新鲜的空气，再吐出来。这样的话，再配合我们手法往上拍，就可以把痰啊慢慢的排出来。好，我们继续吐，吸，吐。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吐的气很长啊？我一定要把这个肺里面的气啊慢慢吐上来。所以这个方法它其实是练的2种，一种是吐气，吐气的时候啊，它激活你的这个深层肌肉，就是膈肌，咱们的膈肌啊。第二个呢，就是咱们拍的，把这个痰啊往我们这边赶的时候，再通过吐气啊，用气体啊，再把它能不能带出来一些。然后慢慢的我们做，然后这个肺部啊可能就开始痒了，就开始有这个痰啊。就原来可能这个痰值比较难受，拍，哎，这个痰可能就开始往上涌了啊，然后咳，哎，痰也咳出来了，哎，那种感觉可能也随着你拍，那种异样感，虽然没痰没咳嗽，但是它没有了啊，这都是很常见的现象。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啊，如果你的这个心脏啊装过这个起搏器啊，这个心脏功能呢就是不太好，那不要做这个动作啊，这个动作只针对于这个心脏功能完好的啊，是可以做的。那么我是大伟，那希望大家今天这个视频啊，可以帮助到大家啊，解决这个肺部的一些问题，有痰的问题，大家常去做。那这样做呢，除了改善肺部啊，其实对于我们身体健康也是非常好的。在养生当中，我也是经常建议大家啊，多拍这，因为为什么呢？这里是我们的极泉穴啊，下面有我们的神经啊血管，这样拍的话，其实对我们的手的供血也非常好。所以大家会发现我的视频里面很多内容是相通的。为什么相通？因为它们的核心其实都差不多。你理解了这个核心，其实很多方法就是通过这个核心慢慢演变出来的。好，那我们掌握了这个核心啊，其实捅破了就是一层纸嘛。掌握了这个核心，就有很多方法能帮助我们的身体。我是大伟，那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